你知道在台湾有个万元最顶盘的传说吗？前阵子有一把叫做瑞尼75的传奇键盘，凭借它的性价比，一路卷到卖了好几十波，都是每波直接库存消失。所以在缺货的这段期间，台湾就出现了这么一个乱源，凭借着缺货的空缺，价格给你翻3倍卖，直接屌到比特币。而且它还打着万元最顶盘的招牌，搞得只要是在台湾有玩键盘的全家老小都会知道这件事情。总之，这次很巧的是，在我们上部影片大量消费瑞尼之后，很突然啊，当 WOB 找上我的时候，我还以为是一把大刀架在我的头上，没想到结果却是一拍即合的合作。总之，万元最顶盘它的下一代的含金量究竟有多少呢？我们接下来就要来看看它究竟是有多厉害。让我来向你介绍下一代的卷王 Crush TKL。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早安，一名入坑时间2年半，沉浸在内容而尽量不去水骗子的内容创作者，所以我们有在 Crush 都卖完之后才发片的豁免权。这次的深度测评也花了我将近2个礼拜，总共大约24个小时制作，所以在开始之前，请不要忘记留下你的一个赞。接下来让我们把官方的宣传稿丢到一旁，实际来看看它的表现究竟是如何。Crush 采取的包装非常的直接，这是给你一个键盘包，里面装着的就是 Crush 80的本体，不像其他键盘会给你弄一些纸盒或是包装之类的。相较之下，键盘包无论是带出门又或者是储藏起来都会比较方便，而且据说用键盘包的成本似乎还比用礼盒的成本还要低，可以说是一石二鸟。我拿到的键盘包是样品的版本，是一种有点粗糙的布质材料编制而成的，大货会换成比较细致的布质的样子，而且看起来似乎很棒。这波片师直接成为最大输家，建议发起联署要求补发给片师大货版本。拉开键盘包的包装后，映入眼帘的就是 Crush 的配件们。配件上有给到编织线、2用8轴器、备用的桧木芯轴、备用的硅胶脚垫、S key 还有防撞垫。总体来说就是该给的都有给，没有特别大气，但也没有什么好挑剔的。哦对了，官方有说大货这个破坏袋会换成 CPE 材质的袋子，我不知道差在哪里，但既然有换还是跟你报备一下。在键外表上，这里有个挺牛逼的地方，那就是它的延迟水平。有没有看到蓝牙的8毫秒？这个8毫秒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概念？就我所知，基本上如果没有电竞需求的话，在60毫秒以下是差不多感受不到延迟的。而目前蓝牙的延迟水平大部分都在200、300附近，而它竟然可以达到8毫秒，而且还是在铝壳这个讯号杀手上办到的，不得不说有一点牛逼。我都等一定要打音游来看看它到底有没有这个实力。然后在键位表后面的是侮辱我们键圈智商的说明书，看都不看。最后一个配件就是附赠的轴下垫跟配重保护膜，这里3号配重膜是直接粘在轴下垫上的，片师又输，不知道这是发生了什么事。接下来终于来到我们的本体了，一想到摸到万元最顶盘就让我觉得饥渴难耐，真的好兴奋啊。Crush 这边是给了一个键盘布做包装，给他点个赞。翻开键盘布后就可以直接看到我们的 Crush 本体了。让我们先从背面开始看起，在背面上最显眼的就是这个印着 WOB 字样的名牌了。这个名牌在样品上只有下方有做开槽，说实话有一点反人类。我一开始拿的时候没有注意到这件事，所以在这里抠了半天。大货版本是会在上方也做开槽的。接着就是这个名牌的最大槽点，我在验货时没有拍摄，但是我在验货时这个名牌是脱落下来的，不要以为这是一个小问题。要知道在运输过程中包装不可能是平稳运输的，哪怕是一个螺丝脱落都有可能对本体造成大量刮痕，这个在客制化产品上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事情。一把键盘只要造成刮痕，哪怕是再小的瑕疵，价格都会先被砍10%。而我这边可以看到底壳上被划了好几道伤口，片师又输，也有可能这个是样品才会出现的特殊情况，不知道大货也会不会有这样的问题，大家一起来祈祷吧。看完了名牌后，我们来讨论表面处理。这次 Crush 是用上了220目的喷砂阳极表面，这是什么概念呢？在键圈里是有个检验阳极的标准的，而且也非常的简单粗暴。我们会用如丝袜般丝滑的表面来形容一个优秀的阳极。我自己是不知道如丝袜般丝滑是什么概念，这集我真的要输光了。不过就我多年玩键盘的标准来看，这个细致程度的确是非常顶尖的，但这个也造就了它非常容易吸附油脂，这也不难理解。像手机保护贴这样光滑的表面也是很容易吸附油脂的。而我拿到的样品这里更是有些天然的长润，可以给你们看看效果。大货应该是不会自带长润的，到这里我已经血条归零，再起不能。在外观的设计上 ，Crush 在正面是有个会发光的小标，
除此之外，在正面就没有其他过多的设计了，主打的就是一个简洁有力。在侧面上，他们是有做一个斜切的转角设计，除了衔接内栏的斜率外，也可以打造出一种打破平衡的视觉设计。在背面上，不是我怎么感觉好像在哪里见过这个风格啊？算了，以前是以前，现在是现在。我们要是一直拿以前比较现在，Crush 在背面上是采用了一整块的不锈钢做 CNC 后上 PVD 洗蚀工艺。那一大块不锈钢造就了这把键盘可以跟铁针扳手腕的重量。因为我怕变胖，所以我家里没有铁重计可以来测。大家家里都有电竞笔电或是老式的文书笔电吧 ？Crush 差不多就等于这样的笔电，再加上1公斤的重量，也差不多等于一颗保熟的西瓜，也就是大概3公斤左右。如果有健身需求的话，那么多买几把来当哑铃也是不错的选择。我们健全玩家都是这么做的。这里将键盘做重的好处是可以通过重量差异消除各种奇怪的杂音，进而让声音变得更加纯粹。而这个重量也为 Crush 的声音打下了厚实的基础。我们可以看到，相较于 Rainy，WOB 在 Crush 的设计上更多花了些心思，从而跟其他键盘制造出区别。这里也可以看到 WOB 在设计上的野心，他们似乎不想让 Crush 只是一把剑王，而是一把具有设计感的键盘。当然啦，你也可以说这是他卖的比较贵的理由。Crush 出乎意料的似乎对得起他的称号，当然设计上买不买单就看各位客观的决定了。看完了外部后，因为 Crush 是以套件的形式售卖，而我拿到的样品也只有套件的版本，所以要看规格，我们就得它做逆向工程。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到内部。这里比较惊讶的是，它竟然上盖还用了碰触快拆。我还记得我上次看到是在好几千的 Corsa 上，然后接下来是 Cycle 7，然后接下来就被它用上了。所以说快拆似乎现在也不是特别独特的东西了。但我实际看到之后还是觉得，哇哦！在快拆的设计不仅可以在背面上不漏螺丝显得累赘，也可以省下许多拆螺丝的时间。我是大推碰触快拆这样的设计的。但就我所知，快拆最大的痛点就是会导致上盖的磕碰，进而导致上盖内部的战损。所以 Crush 在内部的防撞上也是下了不少的功夫，不只有条状的硅胶条防止垂直位移，还有4角的硅胶都有防撞。除了防战损外，它也可以起到一些防止碰触金属结构产生杂音跟上盖限位的效果。接下来就是内胆了，这次也是我第一次碰上磁吸内胆，不知道你能不能想象在不知情的情况下，一用力就直接把内胆整个拔起来那种心一凉的感觉。反正我当下是差点吓死。这个磁吸也是挺方便的，我们等等在组装环节再来详细介绍它。在内胆上，我拿到的样品搭配的是横向开槽的 PP 锭，相较于 PON 跟 PC 锭这2个双胞胎，PP 锭的声音会更加的脆，还有更轻薄一些。除此之外，官方也有给到 FR4 跟 LU 这2个声音跟手感截然不同的2个选择，就看大家自己的喜好了。在这里，我原本想找找看轴座有没有亮点，结果没有，不是凯华，是 WOB 自家的，猜错了有点小失望。在 PCB 上，我这次似乎是拿到青春版的样品，轴座是只有1、2、3、4有指示灯，顶配应该是全部轴座都有灯的。而 PCB 这里还有个亮点，其他 UP 主似乎没有注意到，那就是它的 PCB 是多配列的。除了 Cap 可以用阶梯外 ，Enter 也支援7回这个超冷门的组法。不过官方给的定位板是不支援多配列的，想组的话可能就要等到副厂或是官方之后制作了。而这边你也可以看到它的支撑结构，也就是它的 Gas Key 硅胶豆，它是直接镶嵌在 PCB 上的，所以如果你有想法，你也可以拿去组无钢的版本，感觉会挺有趣的。接下来将内胆拆开，我们就可以看到 Crush 最夸张也是最精华的部分了，也就是它在声音设计上用的填充棉。一般来说，一把键盘通常只会给到3个棉，夹心棉1个，底棉1个，还有1个轴下垫。而 Crush 的棉则是像不用钱一样再给，它的底棉给了3层，一层填补轴座间的空隙，另外2个则用来隔绝底壳。另外，除了常见的夹心棉和底棉外，它还有针对空白键额外再做了一个棉。相比一般的夹心棉来说，这样多少可以让空格的手感更顺滑一咪咪，是一个挺细节的小设计。总结来说，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Crush 的声音设计是主打一个填充棉的声线，将内胆用棉塞满来减少杂音，并让声音变得更为闷响，也就是常说的 Hi-Fi 声线。这样的设计会让声音均质化，因为棉会吸收掉一些频率的声音，所以轴体在上到这把的声音都会被拉到 Hi-Fi 声线。这个就看个人喜不喜欢。也因为它底棉做的与内胆十分的严丝合缝，所以要润软弹的手感它是没有那么厉害的，比较更偏向传统的 Gas Key， 这种会感到在触体后会稍稍给一点回弹力的手感。相比于板行那类的极度软弹，我是更偏好这类的手感的，因
因为这样的触体反馈会更加明显，打字起来也会比较爽。到这里我们就看完了 Crush 的整体设计，综合来说就是一把规格拉满的 Hi-Fi 盘，也就是所谓的卷王。在知道它的设计后，我开始选择用来搭配的零组件。考虑到我拿到的是 PPD 这个偏向中频声线的定位板，我这次也是以延伸它本就有的设计为主，所以我选择的是 QN 外设的风轻轴。这颗轴体是桧木星代工的，也是现在挺流行的代工厂，也跟 Crush 自带的轴体是同一个代工厂，这样也可以带给你们更为真实的体验，简直是一石二鸟。风轻轴在轴心上是使用了 LY 材质，是目前很主流的顺滑材料，再透过底壳的 PA 材质综合切高频，最后再透过上盖的 P3 尼龙将声线拉至中频，是桧木星目前少有偏向中频声线的轴体。在手感上，它采用的是22毫米的单段弹簧，力度是50克的甜蜜点，再搭配桧木星的长刃，让它也有不错的顺滑度。据说当初第一批是挺快就被扫光了，如果你想要风轻轴的话，这次我有跟厂商要了些回来，一颗只要1杯几年前的麦香就有了，你可以去我的豪华大卖场将它带回家。在键帽上，我认为黑色套件只能搭配夜莺键帽，我不接受任何其他的提议，因为它真的很好看，所以我这次决定使用夜莺键帽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入组装与打字音环节，在之后还有实际使用跟各种评价的部分，错过就倒大霉了。欢迎来到只有传说中的勇者才会来到的评价环节。在进入之前，请不要忘记留下订阅、按赞、小铃铛。如果可以的话，还可以帮我分享出去。如果你有更多的能力，你可以选择加入会员或是超级感谢之类的来支持我。先说结论，我认为 Crush 确实是一把在现阶段可以无脑入手的键盘。首先我想提到的就是组装体验 ，Crush 给到的卫星轴表现也是十分不错的，无论是手感还有声音表现上，我都找不到可以挑剔的地方。而上盖与内胆的快拆设计，让整体的组装也是十分的快速。我这次组装只花了大概30分钟左右就完成了，可以说是无压力的过程。这里我也必须给它点个赞。而 Crush 除了各项内胆设计和规格都是目前的 Cutting Edge 外，它给的价格 CP 值也是挺高的，我记得好像是500到900附近。总结来说，我认为它就是妥妥的自由身，但与之兼具的就是没有什么特色，这是一把非常主流的键盘。所以如果你问我这把键盘可以买吗？我会说，如果你喜欢它的设计，又或者是喜欢 Hi-Fi 键盘和体验目前键盘的前端科技，那这把我认为是可以无脑入手的。当然前提是你要买得到。我敢跟你打赌，我发这部片的时候应该已经卖光了。如果我赢的话，就留下个赞吧。那么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拜拜。